这一周，美国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首先，我相信华人可能比较关心的其中的一个话题呢，是说美国的国务院呢，针对中国的留学生，可能提出了一些希望未来能够所谓的积极的去撤销一些可能跟中国共产党有牵连的，或者所谓的敏感学科有关系的一些留学生的签证。那甚至说可能暂时很多的签证活动就真的终止了，而这个细则呢现在还没下来，那人们也是挺焦虑的哈，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影响是多么大。那其次呢，我们也看到今天 Elon Musk 在这个政府效率部门带头做了100多天之后呢，也是告老还乡，自己损失其实挺大的，然后自己呢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情绪，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和川普总统呢在白宫呢对着大家有一个比较互道珍重、互相感谢也互相道别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也可以聊一聊。那这个事情难道就说明整个的这个变法失败了吗？这个 Doge 这个效率部门的所有的工作是不是都白做了呢？最后一个话题呢，当然还是跟国会，特别在参议院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大美丽法案 The Big Beautiful Bill 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大家的讨价还价，这是不是能过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说这个 bill 到底是不是一个成了面子工程的事儿？因为其实很多人对这个，不管说左边的右边的，还是对这个也是颇有微词的哈。好，那首先我先来讲，因为我的确是早上看了川普和伊朗马斯克他们在椭圆形办公室所举行的这个记者招待会，这好像也是一个给伊朗马斯克的欢送会，他真的是荷包大大缩水，据说已经缩了4000亿美金的身价哈，那对于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来说是不敢想象的，这个4000亿究竟会有多少？但是呢，更让他伤心的是，很可能刚刚所通过的这个大而美的这个法案当中呢，并没有看到太多的削减。那就此的话呢，呃，这个伊朗马斯克自我解嘲啊，他说：“哎呀，只要这个大而美法案里面会缩减1分钱的话，别人都会认为是我这个 Doge 在后面搞的鬼。而且啊，呃，当你们现在在质疑我说，哎，好像你们 Doge 也没有去削减了多少的开支在削减这个国债方面没做出那么大的贡献。我的解释是说，哎，我们来日方长，我在这边才几个月，等到比如说到明年年中的时候，哎，说不定我们离那个过去所讲的2兆亿美金的这个目标呢，也相差不多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确看到说，经由斗揭露了很多的腐败、弊端、浪费。这个本身来说，作为纳税人来说，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他的贡献。但是，就是他那么大的动静，承担了那么大的压力和这些的社会上面对他以及对特斯拉企业的攻击哈，似乎他所承受的代价，相比较于他能够真正给我们带来的造福的程度来说呢，似乎是叫做个事倍功半。换句话来说呢，就是和他的代价似乎还不成比例，他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以至于今天呢，川普不仅大大的赞赏他，同时也赠予他一枚美国的钥匙哈，那作为一个象征就来表彰他在里面所做出来的贡献。是揭发了一些政府的弊端，一定还有很多没有揭发。但对于最主要的目的，其实不是揭弊，而是削减浪费、削减预算来降低国债。这一点，理性上来讲，实在是刚刚开始，不晓得是不是还能够继续，还是就结束，是非常令人可惜。所以从这点来讲，如果以 Elon Musk 得到川普总统这样的信任，Elon Musk 做事这样有魄力，最后还是如此，第一步刚刚走出来，实在对于削减、赤字，然后降低国债，不由得乐观哈。往下
如同刚才上也提到，两党要有共识，但是你要这两党有个共识，在这件事上恐怕也是非常困难，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是得继续的关注和讨论。毕竟这个是关乎各位观众跟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当然最关心的还是华人签证，因为我是在台湾生、台湾长来美国，我们在座都是留学生签证，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切身。美国的 STEM，大家早就知道有相当的比例。以前我看过比例是说，有一半是在外国生的这些学生们在学，所以美国的这些不会讲中文的学生、本土的学生这个本来对 SEM 就不太熟。今天美国的科技这些确实是需要相当的国际学生。当然，今天的这个针对点是对中国国籍那这个很明显是跟国家地缘政治这些是有重要的关系。我们一方面能够明白，也事实上美国是要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说情，但是另一方面怎么样呢？又要不让在美国的华人不要受这种不正确的氛围所影响，以及跨主义之间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偏颇的印象，我觉得同时也是要注意的。理想上说来，国务院其实还是应该要先肯定所有移民跟外国学生对美国的贡献，然后中间可以讲到为什么这个时候需要对这个时候要一个认真的考量，然后请大家相信政府会做一个合适的考量，这样子的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的情形引起大家的焦虑。引起焦虑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当然就像刚才我也想到说，我们对于国会应该讲华裔众议员，民主党跟共和党在今天在位的共和党只有一位 ABC Vince Vaughn 是南加州 Bakersfield， 那民主党大家所熟知的南加州的赵美心、纽约的孟昭文，另外还有一位刘云平，这个可能我还忘了一位，反正不会超过5位。我们也确实要期望他们，我们也知道说，毕竟在美国的多族裔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仍然需要有华裔的众议员，希望将来有参议员呢，能够为华裔的利益和社会的一个正确的对待形象呢，是要为这个来发言，这还是一个仍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有没有听那个陈奕迅的一首歌叫《孤勇者》？有没有听说过这首歌啊？有，我感觉他就是有一种那种首先他这个勇气而且他的确，当然他不是一个人，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是感觉挺孤独的但是就是真的当然有很多人其实默默的支持他了，但是他应该所面对的就是铺天盖地的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反对与攻击各种。各种各样的这个逼迫造成他财务损失很大。那的确这个有人会说，哎，他这个 Dodge 可能也没有做成什么省了1600亿。据说很多官司正在进行，如果这个官司输掉的话呢，搞不好其中1300亿的那个省下的钱又不见了。可这也再次反映，真的在美国要做这样的一个变革是有多么多么的困难。这当然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现实嘛。那 Elon Musk 他当然是到了130天，他必须要离开所以不像外界说的，他一直跟 Trump 闹翻。其实今天反而让人家看见，其实两位虽然意见不完全一样，但是还是惺惺相惜他甚至还号称Trump 说他还会回来的。那 Elon Musk 也 promise 说他会常常来看一看这个 Dodge，然后呢也会Trump 要他做什么他都会做，他也会成为 Trump 的一个顾问。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一点是蛮正面的因为以前大家都期待Trump 会跟 Elon Musk 闹翻，甚至我有一个长辈常常就问我，Trump 跟 Elon Musk 什么时候闹翻？我说你从哪听这些胡说八道？他说这 YouTube 但不是我们的频道。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蛮正面的哈。那这个，而且从历史变法来讲，我们通常看到的都是很惨哈。这个看起来虽然它损失了4000亿哈，刚刚你们说4000亿，这个就是会随着特斯拉的股票以及这个自动驾驶 Robo Taxi 如果成功的话，这个都会回来的，这可能是短期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 Elon Musk 而言，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一个结果。他其实自己在 Joe Rogan 的 show 讲到啊，他说其实他发现有很多更加巨大可怕的这种问题哈，他如果去做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暗杀哈。呃，所以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也觉得挺惋惜的，这的确是美国的一个机会，但是很明显的就是看到，其实反对的力量还是非常巨大，无论是民间媒体其实其实最重要的可能是国会。那在共和党的国会里面，虽然很多人没有出来说话，但事实上，真的要砍这个预算真的是非常难。其实美国最大的几块，一个就是国防，一个是这个 entitlement 这个 Medicare、Medicaid、Social Security。但是 Social Security 因为已经是政府已经 promise 了不能动，那另外就是 Trump 的这个 tax cut，他在选举的时候已经说了，这个小费还有加班费，他甚至讲了 Social Security income 但是 Social Security income 他做不到，所以他就给 senior 是4000块钱的 tax credit，这些都是他以前已经 promise 了。那在 tax cut 也是 promise 的，加上呢，他很看重这个 defense，这次 defense 增加了12%的预算。再加上又要处理过去这个拜登遗留下来的非法移民问题呢，又加了1000多亿在这个管理边境，所以这个一加上去的话，就造成是个 deficit。那伊朗马斯当然是很失望哈，因为他觉得说冒着这个身家危险哈，生命危险可能也有，主要是身家危险、民生危险好不容易省了点钱，就都花掉了。那我在同情他的时候呢，我也在想，Trump 能不能做的不一样呢？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在国会，他其实他真的票不多，他也想说在减税的这个事情上呢，是不是呃收入比较高的可以多收一点税哈？那他有几个不同的 proposal，我就细节不说了，但是也没办法，因为他的票不够，甚至在纽约、加州的这些议员这些众议员，他们要求改那个 SALT 的deduction，我们在加州就知道的哈，我们的这些 local tax 最多只能减1万美金哈，他们想要变成4万，所以又等于说增加了开支。是一次机会，但是因为不管怎么说，共和党这次有总统，又有这个国会，又有国会的两院，加上 Elon Musk 在那里 push，但实际上想起来，就是美国人真的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觉得说要勒紧裤腰带，愿意把钱省下来。所以，我们在这节目其实我们谈过嘛，哈，我们都认为说这种债务这样发展下去，要么就是发生战争，要么就要靠科技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忽然之间的一个生产力的提升。那后来我们很高兴，觉得说，哎，道举 maybe 可以做点什么，但看起来这个暂时是没了。现在我们只能希望说科技大大的进步，那希望可以更多的 comment。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机器人啊，我觉得我们当然机器人一出来，人很多都没有工作了，那也是另外的一个政府需要钱的地方。前面就是真的还是挺有挑战的。那就希望说这个 Big Beautiful Bill 希望它真的能够加上 deregulation，加上 Trump 的一些其他政策，希望能够尽快的稳定下来。关税这个问题其实造成很多的动荡，使得其实这经济有停滞的现象。这个如果希望能够很快的解决，然后就看看这个减税计划以及 deregulation 能不能让美国的经济有点起色。因为你花的钱多了，你经济如果再不行的话，那这个债就更高了哈。那你回头一看，整个那4年之后，共和党也不用选了。
那做的一些事情全都白搭了哈。那道局我再说一句哈，虽然说他只没有达到目标，原来是说可能1个 trillion 2个 trillion，但是 Elon Musk 他今天在白宫在 Oval Office 讲话的时候，他仍然是有一个盼望，他认为说道局的这种做法可以就是如果这种心态这种做法能够在政府里面呢慢慢的生根就会减少以后的浪费，他认为说最终可能可以达到这个1兆美金的这个最终的结果。那我觉得是有可能但是美国这个很多时候一改朝换代，很多东西都变了所以也就是美国这个国家这个挺有变数的地方，就是2年一次这个议员的选举，4年一次总统选举，所以拭目以待吧。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感谢这个 Elon Musk。我今天穿这个黑衣服，这个也是对他表示这个敬意美国真的需要更多像这种孤勇者。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是不是觉得说 Elon Musk 只是为了说出来安慰大家，他说了一句就是说，那虽然说我从今天开始离开了 Doge， 那这个东西。这个并不代表 Doge 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记得财长 Bessent 也在一些其他场合说过，就是说 Doge 不会停止，也就是说政府这个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和资金滥用的这个努力不会停止。他甚至说，在很多的部门里面，大家已经自己成立了这样的相关的部门，已经把这样的一些Doge的实质上的工作人员呢，变成他们自己部门的这样的一个人员，然后去监督，这样让大家免于就说浪费政府的这些资源的努力。那这个本身当然就像刚才苏成讲的，可能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也看到了 Elon Musk 当时在做这个事情引发的这个社会上的阻力是有多么大，而是说如果能够带来一些观念上的一些转变，哪怕是一种拐点的转变，那可能就是说他如果这130天只做到了1600亿美金的话，也许明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盼望着能够有一个更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减少浪费努力，也未可知这是当然说这个也是一个蛮理想蛮天真的想法，但是我们仍然不愿意放弃这样的一个希望。甚至 Elon Musk 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我的解读，他说就是什么时候反正总统如果还需要我的话，我随时可以回来效力这个当然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里头有多少是开玩笑和恭维的一个成分在了。那我同时觉得说确实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自古以来变法都是很困难的，每一个联邦的这样的一个 program 就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大众或者服务人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它背后都是有一群选民的，而且这些选民呢，其实往往还真的不是说 partisan 的选民，它真的是两党都有的这样的选民，所以你减这些东西本身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个受所谓政治正确之类的一个问题，对不对？但是这样的一个在民主社会当中，大家互相去争夺意见、争夺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仍然觉得比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铁拳，就是说我们以人民的名义，然后完全牺牲另外一些人的利益。我今天能够把你家为了修高铁直接给你完全扒掉的话，我还是觉得稍微好一点然后我们还是接下来这个单元呢，可能更多的聚焦在这个中国留学生的问题上现在的主要的大家的焦虑说，不知道这个到底涉及到多少的人，但是目前来讲，国务院的说法主要就是说是针对所谓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我相信这个东西话还需要被进一步的澄清，就是说什么叫有联系，对不对？如果说他是间谍，那我们可以理解，但如果说他只是说比如说家里头有这样的共产党员的话，算不算呢？现在我们不知道他会审查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相信以美国民主这样的一个政体和新闻媒体的这样的一个监督的情况下，不会
走得过于夸张。那同时，它另外一个说辞叫关键领域的中国学生签证也会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那这个所谓的关键领域，其实就拍着大腿都能够数出来哈，人工智能啦、超级运算啦、先进运算、量子计算、什么半导体，我可能就是还有一些尖端的这种材料，也就是这些了吧。他认为哈佛和中国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本身来说，也让他感觉到了在现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呢，他需要来好好的来做一些的这个准备和预防哈。那这个刚刚他才讲了这件事情，那哈佛就自己给自己打了脸。什么叫做自己给自己打了脸呢？哎，很好玩的事情就发生在刚刚举行的这个哈佛的毕业典礼上。我们还知道有一位中国来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做蒋雨蓉，她刚刚完成了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关系管理的硕士学位。结果呢，她代表优秀毕业生来发言，可是人家一挖不得了，就发现呢，哇，原来他是有背景的。什么背景呢？就是他当时在申请哈佛来之前呢，他是一个所谓的叫做中国绿色发展基金会，叫做又是简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叫做中绿会绿发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机构。而这个绿发会本身来说呢，是国家的基金会，是跟国资委是有密切的联系的。然后呢，他的父亲是谁呢？他的父亲又是这个绿发会这的一个专项的一个主任。那么因此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哦，原来他实际上讲的不好听点，是带着这种红二代的背景来哈佛的。当然，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习近平女儿，对不对？都是在这个哈佛念过书，这算什么？但是这恰恰就又一次给这个川普的指责呢，提供了一个炮弹，不是吗？就可以看到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很多的什么国际交流啊这些东西，它往往后面带着的不只是简单的这些的教育的一个服务的提供，更多有很多意识形态和这个很多之间这个大学和国外的这些政府之间的一些猫腻。那么我们讲了，好，那它只是一个个例啊，哈佛大学也只是一个个例啊，那凭什么要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大规模的削减呢？那如果这样做，是不是影响美国人才的这个流失呢？因为你看这个，我们都承认，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人工智能，就是美国的这个人才在跟中国的人才在进行比较竞争，而在美国队的这些人工智能人才当中，也不乏很多是这个美籍的华人哈。那么因此，你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你现在一把它这个砍断过以后，人才就不来了。好，那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比如按照2024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统计数字的话，2023年对不起，它是中国的留学生呢在美国有27.7万人，然后呢大概呢有1/3正在做这个毕业以后的实习，叫做 OPT，然后呢有1/3的人呢在念研究生或者研究所，还有1/3人呢是在念这个大学或者叫做本科。那么当我们知道说，其实美国在接收中国来的这些大学的学生，就本科学生的时候呢，其实讲到底就是想赚他们的钱，他们也乐于付这个学费，把他们孩子送到这个父母亲送到这个美国来镀一下金。而绝大多数呢，这群人呢都是学完过以后要回去的，讲到底就是这样。但是呢，如果现在不让他们来了，那么这些的大学，包括我们现在在加州的这些伯克利的 UCLA 这些著名的加州大学的分校，
他的财务会出现状况，就好像是说，哎，那些人不送钱过来了。那么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是觉得这个本身来说就是一个不合理的东西。我们常常在自己的孩子申请 UC 的时候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很不公平，因为这些的学校大肆的招生这些国际学生，讲到底就是为了赚钱，而我们子弟就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教育。其实川普也讲了，说，哎，你哈佛不应该招那么多的国际学生，应该招收更多的美国学生来进行培养，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东西。但是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生意，讲到底不好听一点，这跟什么国家利益啊、人才流失一点关系都没有，讲到底就是做生意，你断了人家财路，如杀人家父母。所以我相信哈，这种的政策肯定会遭到这种为了赚钱而大肆招收中国留学生的这些加州大学的反对，因为他赚不了钱了嘛。那么真正讲到这些敏感区域，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其实我们在以前也有讲过，因为中国有一个国家安全法和一个保密法，它就要求什么呢？要求第一，中国的公民无条件的要服从这个国家的安排，去为了国家的安全来这个进行这个情报的收集或者是保密，而且呢，他还不得去告诉任何人，因为这点是要保密的。那么我们也的确看到有一些的留学生，比如说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害群之马也好，或者是这个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也好，就恰恰就给人家这样子的一种的怀疑提供了注解。我们不是看到了吗？有一个明尼苏达的留学生不远千里跑到弗吉尼亚州，然后跑去用这个无人机去拍摄那个正在建造的美国核潜艇的情况，最后因为他的这个无人机没电了，掉到人家美国的这个居民家里面，他跑去人家那边拿，要求把它拿回来，结果人家报了警，才把这个人给抓到，现在也判了刑了。那么这些东西你怎么解释？你说你可以讲到说，哦，他就是一个军迷，他就是很喜欢这样做吗？那么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国既然它的司法系统已经在这个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已经给那个人定罪了，那么这个人也已经在服刑了，所以我想我们就不用再争他究竟是不是属于那种刺探军情的间谍了。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人，也就让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他不得不去来为自己的国家安全来考量。所以这不是川普的发明，这也不是川普的专利，拜登也这么做。但同时的话呢，他并没有说我中国留学生统统不招。你注意看，他是说我们仍然会招很多不在这个限制以外的留学生，包括文科的留学生。但是有一条，他要审查他们的社交媒体，看看他们有没有任何的反美言论，才决定要不要给他们签证。那这也是跟这个卢比奥之前所讲的是一样的。如果你跑到我们这来，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在校园里面你去游行示威，去挺哈马斯，挺这些反犹主义者，那我要你来干嘛？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只不过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国务院对于加紧校园里面这些国际留学生他们行为的一个限制的一个延伸而已，而并非是说它就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东西。那你说，那为什么这个单单是针对中国学生，你特别讲明说要积极的来撤销呢？这也跟我们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的背景有关系。他怎么没有去这个撤销那些印度人的留学生的这个签证呢？现在印度留学生在美国的比例实际上是高过在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的比例的。那么因此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来去说，哎，你为什么不去跟那个印度人过不去呢？因为毕竟印度跟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当然是不能与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现在来相提并论的。这点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这点在关税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有很多就是针对中国所设立的一些的关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离开大环境，光去说，哎，我们要公平啊，我们要怎么样？那我承认这种的削减的确会造成一些的人才他没有办法留到美国，或者根本来美国都没法来啊。我当然不是说我们自己是当年是人才，我们当时也是留学生过来的，留在了美国，一直在为美国做贡献。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合理的控制之下，同时像印度等其他国家也在源源不断的在这些的高尖端领域为美国输送人才，所以也不是说中国留学生不来了，那我们斯坦福大学就不要办了啊有一个斯坦福的一个主管在说，哎呀，这个斯坦福完全就靠中国学生才撑起来的，我就觉得这个有一点点是我们自己往我们自己脸上贴金，好不好？那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国家来的留学生一直来为我们美国在做贡献，伊拉马就是其中一位。我们来看一下数字，帮助大家明白一下我们关心的外国学生比例。总的来讲，大致上有一半是 Indian and Chinese， 真不是开玩笑。印度人在2023年超过了华人，成为第一大主义在外国学生。印度人在1年前大概有33万人，从中国来留学生大概有23万人，这个比起5年前2019年33万人、37万人已经降低了很多，但无论如何还有33万人，台湾来的只有6万人，所以印度加中国加台湾差不多是所有外籍学生的一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比例。从整体数字来讲，第二个，这些敏感一点的重要的领域啊，美国如果暂时我用 STEM 来做一个代表 ，STEM 呢，在美国啊，念硕士的有差不多一半是外国的学生，念博士班的超过55%是外国学生，很大的比例。反过来呢，那么华人、外国学生都一样，也都有将近45% 以上是在学习这些领域，所以的确对于 STEM 现在在进行的人工智能各方面的这些相关领域，相关性都是很大。美国做这么一个动作是可以理解的。我从台湾生的、台湾长的，跟我们各位一样，都是来这里的留学生。我当然希望美国在调整的时候，他不会都让印度人来把这个空缺补起来，多一些其他区域的对会讲中文的也有一些好处。但总的来讲，我们需要知道，印度人有华裔，事实上真的是占了一半。这对美国来讲，是他今天要在这上面做一些调整。在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可以理解，就是像我前面讲的，我们要稍微注意确认这个当中不要有stereotype， 不要有族裔偏见，这个是关乎我们大家的事。所以一方面觉得可以理解这个调整，再一方面我们是要密切注意，让这个事情不要太过分失衡，这是我整个的一个重点。那个中国跟印度加起来的人口是不是已经很接近世界的一半？可能没有哈，这是 very close。所以这两个国家的留学生多一点，我想这个从统计角度来说也是 make sense。1/3吧，1/3的人口。1/3 ，OK，那这是多了哈。这印度人跟可能有很多的国家，美国也这你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教育水准，才能够去考托福、GRE 什么的哈。那个我觉得美国决定要让谁来读或者不能来哈，那这个是美国的决定哈，所以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哈，只不过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对美国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好的 policy 的问题？我觉得没有一个什么公平可言，因为本来就是人家国家的决定嘛。我对这个移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同样一个 policy 出来以后，如果在不同的人
身上不同的对待，那就是不公平了。那首先这个细节的确没有出来哈，critical fail。那我们假设 critical fail 就是 STEM 哈，STEM。那当然，像刚刚讲到什么在校园里面支持哈马斯啊，或者是做间谍的，我想这一定是有哈。不过我相信这可能是很少的一个比率。支持这个哈马斯的可能更多的不是中国人哈，可能是某些其他国家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就是就是在新闻上有一些报道哈，甚至最终好像这个法官又 involved 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法官会不会又狠一脚。我是觉得法官不应该什么都管哈，这是美国的一个移民政策。但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变数。那我是觉得，如果美国政府对某一些的申请的学生呃有一些concern，看他是不是跟比如说跟中国的军方或者跟中国共产党有一些联系哈，担心他们有这个间谍嫌疑，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对所有的 STEM 的学生都禁止的话，如果是这样哈，因为现在还没有出规定，我就不太能够理解。因为90%的，我看从2000年到现在，其实人数也没有很多哈，大概5万这个中国籍的这个 PhD 留下来在美国，大概90%会留下来，90%会留下来。那基本上意思就是说10%会回去。那如果你跟我说你担心那10%的人带着美国的尖端技术回去，以至于说这边90%的人竞争不过，这个我就无法理解了哈。那其实我昨天还看到一篇文章，我不知道这个文章讲的对不对哈，就是有位在中国人写了一篇文章，就讲到这个矽谷。或者是说跟中国在科技上的有一些的不同哈，讲到呃这边做研究人比较纯粹，但他最后讲到一点哈，他说他发现 AI 领域很多其实当然他讲华人也包括从台湾来的哈，但我相信也有很多中国人在美国是从事 AI 的。他说其实好像就是在中国的中国人跟美国的中国人在做一些竞争啊，我无法确定他讲的是不是有道理，但我的主要 point 就是我觉得90%人留下来其实蛮多的，其实他们对美国还是可以做出蛮大的一个贡献，所以我个人不是很确定啊，他这个政策一定就是最好的政策，我理解就是说他的出发点，那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社长刚才有提过，就是两国的关系不好。就是关系不好，我就不喜欢你了，对吧？那不喜欢你，你就不要讲说什么好处坏处的东西，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说他就是不喜欢。那现在关系的确不好哈，所以我认为主要就是这样。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他就是关系不好，就不喜欢你，就这样。大家可以听到吧？我觉得这个给大家念几个数据吧。我看到这个美国的一些常春藤的这些名校的这个华人学生的比例哈，就是说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占整个这个学校外国留学生的比例，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占了整个留学生群体的47%啊。然后康奈尔大学50%哦，我当然说的这不都是藤校了哈，哈佛是23%，MIT 我看的这个目测的话大概1/4左右，耶鲁大概1/3左右，普林斯顿差不多1/3强，UCLA 差不多一半，UC Berkeley 差不多1/3，像这个西北大学啊，西北也差不多1/5，反正就杜克大学差不多也一半。就说确实是中国留学生占整个外国留学生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当然，一方面说中国大陆本身人口就多，另外呢，就是说中产阶级或者以上的这个家庭在近20-30年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时候呢，有更多的家庭可以去支持他们的孩子出来去留学，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觉得刚才大家像苏成和邵阳的这个 argument 都很好，就是说这是一个所谓的特权，而不是一个权利，对吧？就是说对方如果
觉得说我愿意给你，那就给你。他不愿意给你呢，他只要他合乎自己的法律和宪法的规则呢，也没什么毛病，那就是一个喜不喜欢的一个偏好的问题。但是对美国的国内政治来说，这里头有一个分别，就是说，其实川普在争辩的这个事情，主要是一个在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大学肯定是严重的依赖于这些留学生能够给你带来的这个学费的这个好处，以及说有一些大家知道，美国很多的大学它是一个大学城，基本上这个城市的经济可能一半以上就仰赖于这个大学，对不对？它是这些教职员工他们吃住行整个消费的地方。那确实是，我们也从数据上看到，就是说留学生每一年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就业的拉动，哈，就是要租房啦，这些给他们去，各种消费，大几十万，可能是说可能是上百万，这是完完全全有可能的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如果说你大学心疼，就说你如果国务院对这些外国留学生，比如说对中国留学生限制，你失去了一些裁员的话啊，可以理解。但是呢，主要的问题是说，这些大学大部分不是一个私营企业，对不对？他们很多的时候其实是要拿联邦政府的资助的。为什么川普要挑哈佛大学来打这仗？基本上就是处处都针对哈佛，因为首先哈佛名气大嘛，其次呢，哈佛每年从联邦政府拿的钱，他们拿到的合同数量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你川普的基本上就是说，你要招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想拿美国纳税人的钱去补偿你这些要招更多外国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扩充你自己裁员的这个财路呢，对不起，没门啊。其次还有就说国务院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争辩、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争辩了。所以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呢，我们也是挺希望，就是说一方面，美国的宪法和法律的整个的完整性不要受到太多的冲击和破坏，对吧？我还是觉得说，即使行政分支，你仍然应该在一个宪法框架之下去执行你这样的一个行政的一个义务。但一方面呢，也是觉得说有一些的这样的以打着非盈利机构，甚至说非牟利机构这种叫什么非政府组织的这些名义，但其实是中饱私囊的这些团体呢，我倒觉得说这个仗打的也挺值得的。那我们最后留下一点点时间，我们可不可以说非常快速的再评价一下，其实 Elon Musk 也蛮多诟病的这个 Big Beautiful Bill 哈，大美丽法案。因为现在看起来确实是说，在接下来的3到5年内，可能美国的这个赤字还会再增长个，也许5万亿都是有可能的。邵阳怎么看？邵阳可能得开一下麦。对不起，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说，这个就是已经积弊已深了，就是说他这个万里长城它不是一日建的，所以的话呢，你现在面临那么高额的国债，甚至讲到底，川普的第一任当中，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也大幅的增加了国债，所以呢，人们已经习惯了说啊，这个变成常态了。如果再回到克林顿的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个收支平衡，并且使得这个美国的国债降低的话，那个都需要大家的共识。讲到底，现在你看，川普他说了，哎，我要来削减一些的这个预算当中，特别是针对非法移民的，或者是那些不劳动而白白去拿钱的这些成年青年男性，他们所应该拿到的这些的福利、食物券等等等等，马上就遭到了很多的人的反击，因为对他们来说，当然愿意躺着让政府来养活，这是人性的一个惰性。那么从很多的层面上来讲，就是
经济学家说，其实也没有关系啊，反正我们只要是美元这个做主导，那我们的这些国债其实后来就这个外国的这个政府啊，他们都买去了，实际上他们也在为我们买单呐、所以呢，也不完全是我们这个美国纳税人的这个责任呐、等等等等，这些光奇陆离的这个经济学的这种理论，似乎也听上去对，因为其实讲到底就是一个这个温水泡青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并没有感觉到马上有个末顶之灾，可是川普他始终就好像当年可能这个创世纪里面那个要造这个方舟的挪亚一样的，始终告诉他说：“哎呀，现在我上台了，我们不能再这样做了，再这样做到美国就没办法承担了。”可是哪怕大家在理论上都非常的同意他，具体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消失，或者自己应有这个觉得应有的福利被减缩啊，那么马上就不干了。所以这也体现出一种就是人性的一种的弱点啊，在美国从来就是个人为上，从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牺牲小我来成全大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和牺牲精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需要川普他能够继续雷厉风行来做事情。那他做了，可是呢，都一个一个的法官就跳出来，不准他做这个，不准他做那个，那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在改革当中的阻力有多少。总不见得每一个项东西都打到最高法院吧？当然，我们才听到最高法院给他了利好消息，7-2给了他权利，说让他可以有权利终结50万在美国的专门享受保护的这些4个国家的难民。哎，川普有这个权利来停止他们的难民身份啊。那么我们还会看到说，哎，这个虽然是这个美国的联邦国际贸易法庭在曼哈顿的这个3个法官3-0是说川普越权了，不应该有任何的这些关税方面的政策。可是马上美国的联邦巡回法庭又暂缓执行这个刚才那个3个法官所做出来的决定，所以似乎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美国啊，就不像这个习主席一声令下，这个全国都跟着转的这种情况。川普说一个话，马上就出来就有人要在这个各种程序上面来给他使绊子。所以呀、这个不仅仅是川普个人的决心，我觉得说从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所谈到的美国的司法的那些并不是选民所选出来的联邦法官，他们究竟有多大的权利？我觉得这个本身来说，也是美国本身需要面对的问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法官，就可以推翻一个总统的一个决定，或者是让他可以暂停来做，然后凡事都要去打到最高法院。我相信这绝对不应该是美国的常态，也没有办法让这个任何的总统，包括川普也好，他后面的总统也好，来有所作为，因为光是打这些法律战，就消耗了极大的这个内耗和精力。关于这个 spending bill 哈，这个大美丽啊，还有这个赤字债哈，这个可能不能够怪在法官身上哈，因为至少还没有因为这个应该是国会投票的事情。那也许国会决定要砍的话，有人去告，但是哇，你可以看出来，至少川普对这个控制这个非法移民进来以及遣送是比较有热情的。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其实像刚刚说需要2党支持，他的确是有一些难度啊，因为在自己共和党里面也分好几派，那当然民主党是不可能支持他的。但我个人是觉得哈，就这么看哈，如果你把川普当做一个一般的总统，这个现在发生这个事情，在现在这个美国的政治气候环境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你不能怪他。但是如果对川普有更高的期待的话呢，就会觉得比较失望，因为的确这是一个可能的机会。
那当然，川普自己本身他第一任的时候也是，他不太愿意去动这个 Medicare、Medicaid 这个 entitlement，不愿意动太多。那他又是非常觉得说美国需要很强的军事，他也许是对的，从美国的角度，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嘛，因为再多到一定程度，到最后其实就是打仗，你看历史就是这样。所以他也认为说美金是非常重要的，美金强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美国这地方安全嘛，只要其他地方一打仗，美金就会涨，因为很多的钱就会从全世界各地到美国来，所以他这个也不失为一个呃解决这个债务高的一个方法哈，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这个考量。那基本上他又想要增加 defense spending，又不愿意去动 entitlement 的话，那债务就会越来越高，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川普在上任的时候，他的债也是一直往上哈，当然有部分是 COVID，其实在 COVID 之前，它也是一样的。嗯，所以其实我觉得美国也就是赌一把这样子了哈，就是刚才上阳讲到一种经济理论，就是说没关系哈，就欠吧。但我跟你讲啊，你一般的民众不会去看那个数字，你去看那个36.5 trillion，再去看那个曲线，你其实他会觉得其实挺可怕的。但是平时大家不去看，对吧？反正歌舞升平的，对吧？那个呃，股票继续涨了，那大家可能就忘记这件事情，但这绝对是一个美国很大的问题。现在的债是126%的 GDP，然后 deficit，对 GDP 的比例是增长的，去年大概是6.8，可能会变成7.3，哈，我觉得这是主要的问题。你如果 GDP 不断的成长，然后你的 deficit 也成长，就是说，但是那个百分比没有成长，还是 OK，但现在的百分比也在成长。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一个失去的一个机会了。当然，从川普的角度来讲，他肯定也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我造成的，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的这个political capital 给花掉哈？那还有一点，我就真的不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美国在 pandemic 之前的这个 spending 比现在少了好几个 trillion。就它有一个忽然间的跳上去，是因为 pandemic，因为那个疫情嘛，疫情可以理解，你需要印钱，需要发什么的，但是上去以后就下不来了，这是一件当然 OK，公平讲，因为有通货膨胀，所以呢有一些方面是多一点是很正常，但是真的应该是可以多减的，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讲到这个，我再加一句讲 Doge 哈，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其实都知道，联邦政府花钱，有时候是花在一些contractor 的公司嘛，哈，那通常用的是一种叫 cost plus contract，其实这 cost plus contract 对联邦政府是非常不利的。那假如说我是一个我接到了联邦政府的合同，我很有可能我还会去雇这个subcontractor，对吧？我下面还是雇别人来做这个事情。Cost plus 呢会造成一个情况，我雇的那些人加价的时候，我会很高兴的接受，因为呢我会把这个加的价呢跟联邦政府要钱，我并且还能够从中抽成，所以本身这种模式就是鼓励大家加价。所以其实我还蛮希望 Dodge 在这个事情上能够做，可以省很多钱。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没发生哈，因为可能回到最后一点哈，就是说，当你那么做的时候，很多公司它的收入就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就会造成他们要裁员，那就会造成或者他们的财报不好，会造成这个经济数据的影响，经济数据的影响呢，就会反过来影响到川普的这个民调，那川普的民调反过来就影响他的政策哈，所以简单来讲。还是很多的政治因素在里面。如果他纯的想就是说解决每个的问题，但是问题的确是又大又难，他也不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个人还是希望呢，他去试一下，他也许不一定成功的能够让这个国会议员买他的账，但我觉得他有这个可能性改变。我们有时候吃瓜群众指手画脚很容易，但真的做起来真的是很难。那我还是相信，像伊隆马斯克跟川普他们应该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了。
呀，我们这期节目可能就进入尾声了哈。刚才针对苏成讲的这个，我也说几句，我觉得为什么降不回来的一些原因。我觉得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哈。回到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信息，因为两党其实说，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合作的话，就没有必要完完全全对立。你说为什么这个法案其实反对党你一票都拿不到呢？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不希望在你的任上你把好事做成，我希望有一天我上任之后我再把好事做成。我宁可你做不成，我宁可我做不成，我也不能让你做成，就是这么简单，对吧？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深深的罪行在里头。而且说实话，就是说在减这个税的时候，你说可以说啊，你减一点我减一点，实际上很难。就是说你减一点我加一点行，或者你减一点我不变行。但是你说啊，咱们都减的话，其实他们作为这样的一个代议制的民主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没办法，因为他们后面还有选民呢。但是说回来，这个事情难道何尝又不是一种有机的一种灾难呢？说实话哈，我刚才用的这个词是非常仔细想过，有机的一种灾难，因为这个东西是自然而然长出来的。那有时候可能就得自然而然长到一定程度，让大家都意识到已经烂到不能再烂的时候，你有可能才能够解决。但总不会像就是说一些强权的，就是说那干脆我看你左胳膊看你右胳膊不好，我直接给你先把一个胳膊给你废掉吧。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可能最终是说大家得一起买单哈，然后共度时间。但这就和囚徒困境一样，就是说大家可能得不到那个最优化的结果，但一定不会得到那个最糟糕的结果。我觉得这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理念。然后同时回到最后，就说马斯克的这个离职，我确实不认为说是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政府效率部门的终结。我希望说这个政治遗产能够在这一届的政府能够至少在不同的各个部门里头能够得到彰显。至少教育部还是应该想办法，这个主管把他尽可能让他退出历史舞台。我觉得也许这个方向没有变吧。USAID 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不是在马克卢比奥的领导之下，也能够适当的减少一些没有必要的开支，甚至五角大楼，对吧？因为川普总统的这样的一个 peace through strength， 通过有力量来达到我们不要去送自己的子弟兵去战场送死，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在军事上。这样的一个调整会不会有所变化呢？我们拭目以待。然后最后呢，其实是对中国留学生群体和他们的家长说的几句话。其实就是刚才我记得邵阳也提到，就是说他其实国务院也针对这些留学生的社交媒体会进行更多的一些审查。我们听起来也觉得说这个东西挺可笑的，这不回到中国吗？好像说言论也不自由。Again， 我觉得这个地方要厘清的是说前面的嘉宾都讲过的一个事情，特权和权利是不一样的。权利是你基本上我们说的是一个你与生俱来，只要作为人就应该被尊重被去满足的一些基本的东西，而特权呢是一部分人给予另外一些人的一个礼物，这是基本上几乎相当于一个恩典了，你必须得去尊重这样的一个别人给你的一个特权。马克卢比奥在这个国务院的职责里头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哈，我们确实没有必要非得迎来一个说完完全全跟我们作对的客人，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这些无论说你是心里是小粉红也好，还是说实质上你其实就是不是很注意你自己在社交媒体，你觉得说我也许放在小红书放在微博放在你其他的国内的网站上，你用中文去嘲弄美国的制度，去攻击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就不会有任何结果。记得哈，这是一个 AI 的时代哈，现在这种东西想一下子抓过来变成另外一种语言，分分秒秒的事情哈。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人要自己想办法变化而更新，你不要觉得说我来就是为了赚美国人的便宜，就是因为这地方的人民傻，所以我就是要过来去讨他们的一个便宜。我不但说要占他的便宜，我背后还要骂他。我觉得这个首先你从心态上就已经是错了哈，更不要说现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政治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